2023年11月7日 ，Uber 优步发布了第三季度财报。Lucy 为您进行播报，欢迎订阅阿尔法投资频道，以获取最新的资讯。优步的预订量超出了预期的 2.3%， 这一预期也超过了公司自己预设的目标。尽管如此，实际收入却比预期低了 2.5%， 这主要是因为一项会计调整导致的5亿2千万美元损失。由于需要符合英国等国家的商业模式合规性，公司不得不重新分类一些销售和市场费用，将其作为对冲收入。这种调整在配送部门尤其显著，因为那里的促销活动尤为频繁。如果不考虑这个不利因素，优步的收入实际上比市场预期要高出 4%， 年度同比增长率约为 19.4%。预计明年的增长率将会回归正常。在年度同比形成增长方面，优步达到了 25%， 轻松超过了至少 20% 的增长预期。月活跃平台用户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符合对增长型公司的期待。优步的 EBITDA 也超出预期，达到了比指导数额高出 6.9% 的水平。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的 EBIT 超出预期 29.0%， 尽管每股收益比预期的 0.12 美元低了1分钱。值得一提的是，按 GAAP 标准计算的每股收益受到市场股权估值波动的显著影响。如果优步所持股份的公司股价在该季度下跌，优步的净收入就会受到影响，反之亦然。这与其业务的基本盈利能力无关，这也是分析师更倾向于使用 GAAP 的 EBIT 的原因，因为它的波动性较小。优步持续严格控制成本，按 GAAP 计算的营业费用在所有类别中的占比同比均有所下降，非 GAAP 成本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员工总数同比下降了 1%， 公司预计未来员工总数不会大幅增加。在过去的季度中，公司向英国税务局支付了6亿2200万美元的一次性非经常性税款。对于下一季度，预定的指导预测超出了 1.6%， EBITDA 预测超出了 5.2%。平台上的需求保持健康，因为10月份刚刚创下了新的月度纪录高点。公司还预计货运量将在季度间保持稳定，这将使得2023年的 EBITDA 有望超过40亿美元，而年初分析师们的预计为 32.5 亿美元。即将离任的首席财务官 Nelson Chai 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期待的资本回报更新将在下个季度公布。看起来公司正准备增加新的股票回购计划。优步出色的利润率、规模和流动性使其在这个领域拥有最低的资本成本。公司认为这将成为其显著的竞争优势，而在这个通常利润率较低的行业中，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公司目前手头有52亿美元的现金及等价物，51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包括25亿美元信贷转贷在内的93亿美元。在移动出行领域，优步的表现在不同产品和地区均显示出强劲的力度。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尤其脱颖而出，交出了优步最强的季度增长业绩。这一成绩得益于优步在日本等市场更精准的产品定位，以及成功融入当地的出租车联盟。在日本，出租车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过去，优步主要依赖这个渠道来接触日本客户，这一点在之前限制了其增长速度。现在，优步不仅在日本市场拥有了合适的产品和合作伙伴，而且增长速度也在显著加快。尽管夏季旅游高峰期即将过去，但返校季节带来的增长势头正在接力，特别是新推出的青少年账户反响热烈。企业需求也在复工潮流推动下加速上升。综合来看，优步在北美、英国和印度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就新的移动出行产品类别而言，其预订额已经突破90亿美元，同比增长迅猛，达到 80%。新的细分市场目前已经占到总移动出行量的 13%， 其中高端的 Reserve 服务和低端的 Uber X Share 与 Moto 服务同比增长达 100%， 而 Uber for Business 服务也运行良好，整体进展顺利。在新兴市场，通过在德国、西班牙、阿根廷、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微调商业模式，成功提升了市场渗透率。优步直达是公司的专属品牌，提供递送和移动出行服务，本季度增加了 JetBlue、White Castle、Incul、Ocado 和 Staples 等重要客户。通过将其网络与甲骨文零售云集成，优步直达预计将加速其业务发展。在司机供应方面，优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本季度司机总数达到650万，同比增长了 30%， 环比增长了 8.3%。这一增长导致等待时间缩短，消费者价格下降，总体提升了服务体验。更重要的是，与去年同期相比，
供应方面的动态更为健康，允许优步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了超过40%的激励费用。尽管如此，司机的年度同比收入还是实现了24%的增长，同时也为优步带来了5%的年度同比参与度提升。这表明司机对自己的待遇感到满意。这些成就反映了优步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成功地通过其广泛的业务覆盖范围来扩大其低利润率业务。与此同时，优步提供了超越其他公司的支持给司机，维持了供应方面的强势。这种强大的供应能力又反过来推动了需求方面的增长，因为服务质量的提升吸引了更多用户。优步1号本季度扩展到了3个新国家，总计覆盖了18个国家。现有会员已超过1500万，而9个月前这一数字还仅为1200万。会员数量虽快速增长，但他们的消费行为持续积极向好，花费是非会员的4倍，流失率也降低了15%。目前，优步1号的大部分优惠都集中在金钱折扣上。预计随着如优先排队等新功能的推出，这一状况将有所变化。在优步1号的业务中，移动出行仅占15%，而配送服务占了40%。这表明了优步预计将采取的措施来缩小这一差距。优步的首席执行官 Dara 强调了公司规模的重要性。规模不仅仅意味着市场份额，更代表着数据的规模。拥有交通领域最庞大数据集的优步，在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上占据领先地位，这对司机入职、客户支持机器人以及优化司机匹配等方面大有裨益。规模优势同样在与供应商如 PayPal 的合同谈判中增加了议价力。优步的广告业务主要吸引小规模买家，但现在正开发如细分和增量覆盖度测量等更为高级的技术，以吸引大型广告商。这将有助于优步实现其每年10亿美元广告收入的目标，并可能带来显著增长，从而增强公司的运营杠杆作用。优步在更多核心市场推出了结账广告，并在更多美国城市推出了车内平板广告。其广告购买者基数同比增长了70%，达到了44万5千。优步的广告支出回报率维持在700%至1000%。本季度，优步的配送行程数量创下了2年新高，配送频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所有区域的增长都在加速，尤其是在北美保持市场份额并创下利润率新高。同时，它还在其他核心市场如法国、墨西哥、日本和澳大利亚夺取市场份额并创下新纪录。新的垂直领域，比如杂货、酒类和便利店也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同比增长46%。在美国，每次配送时间减少了3分钟，而配送成本同比下降了5%，达到了历史新低。这些效率的提升是优步卓越利润率和流动性的副产品。公司希望这一细分市场能够持续实现健康的利润率扩张。优步还投资于提升客户体验，例如新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将客户咨询与最佳餐厅选项匹配，并自动寻找杂货订单的优惠券，提高了服务的自动化程度。优步这一季度的货运业务维持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对该业务板块仍然是一大挑战，供应过剩压低了价格，需求的疲软也影响了总体货运量。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优步仍认为其表现比竞争对手更为出色，因为在过去1年中有数家竞争者退出了市场。在行业逆境中，优步持续严格控制成本，并保持了接近盈亏平衡的 EBITDA。优步在产品开发上依然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姿态，以便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公司认为，有利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环境为把握当前机遇提供了绝佳条件。在本季度，优步推出了 Insights AI， 这是一个用于为客户提供规划和洞察展示的全功能 AI 工具。它对自家的货运管理系统 TMS 进行了改进，以提升软件的易用性并增加透明度。更广泛来说，优步正在把自身从一个物理货物运输提供商转变为提供一系列实体与软件结合的工具，以推进从端到端的物流流程。此外，优步还在推进其自动驾驶货运车辆的合作项目。与 Waabi 的新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将在未来10年为优步货运提供一站式自动化服务。2家公司在本季度已在德克萨斯州开启了他们的首条测试路线。优步货运的自动驾驶里程数已经突破了10万英里大关。总的来说，本季度是优步极为成功的季度，通过成本控制实现了利润的显著增长，同时增长的势头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稳固或得到提升，新产品迅速积聚动力，而且大规模的股票回购计划即将启动，公司的战略执行力持续显现。
感谢收听本次播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